Hello，大家好，我是伟权。那这一期视频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如何通过八字快速的理解一个人的性格或者他们的一些特质。那我为什么会想做这个视频呢？是因为不久前有一个客户，他就跟我分享说，他跟他的家人出现了一些沟通上的误解。那他就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吗？那通常在沟通上出现误会或者一些误解的，或者沟通不良，通常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太了解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那我们可以通过八字来了解一个人他的一些本质，他的一些性格，还有一些偏向或偏好是怎样。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跟对方沟通。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就算你没有一个很全面的八字的一些知识，你也是可以运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上。那当然了，如果你要更全面的了解一个人的话，当然是最好是咨询你的命理师。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也是有提供这样的服务，你们可以在下方的链接找到更多的详情。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视频的主题，要如何快速的理解一个人。那其实在八字的分析里面我们有一个最简单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其实就是通过分析你的日主，我们英文叫 Day Master。 这个日主它是所有八字分析的开头。我在分析八字的时候，我们都会先从这里开始，因为它就是代表着最基础最原始的你的一部分。 OK， 所以通过分析这个日主我们可以得知一个人他的一些性格特质，他的一些偏好，他的一些很根本的一些本质。那你一定会问，我们要怎么找到这个日主呢？要怎样知道自己的日主或者对方的日主是什么呢？那当然第一步，你就是要先排出你的命盘。那在网络上其实有很多免费的软件或者网站是可以让你排出自己的八字命盘的。那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也会在下方放一些连接，可以让你去排出自己的命盘。那在有了命盘过后呢，你就要看我们的八字，其实可以看到你是有年柱、月、日还有时。 OK， 那你就要找到日，在出生的那一天日，我们叫日柱的上面这个部分，上面的这个部分，那个就是你的日主。那有一些软件呢就比较好，它通常会跟你说你的日主，它会另外写出来是什么这样子。但是如果还没有写的话，你们就找到你的这个日的上面，我们这个部分是天干，你找到那个上面的部分就是你的日主。八字里面我们其实日主有10种。那为什么会有10种呢？其实就是你先要了解我们八字里面有五行还有阴阳的概念。那五行是什么呢？就是木、火、土、金、水这5个元素。然后阴阳呢，就是阴跟阳啦。每个五行的元素它都有属阴或者属阳的部分，那我们就会组成了10个。是哪10个呢？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10个。就是你要先了解自己是这10个里面的哪一个。那方法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日柱的上面这个部分就是你的日主。好，那这就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先找到自己的日主，或者你想了解的那个人的日主是什么。那来到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要先了解这10个日主他们的一些特质，他们的一些基础的性格是什么。那由于这个视频的篇幅是有限的，所以我就不太过深入的去分析每个日主。我会为这10个日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还有一些总结。那你们就可以快速的理解到每个日主他们的一些特点是什么。那我们就进入第一个的日主甲。甲呢，它是属阳的木。 OK， 那我们要怎么想象甲木它其实就像一个参天大树，你可以想象它是一棵非常茁壮成长的一棵树。
那通常这样子的人啊，他会比较有原则，那他们做事呢也比较直接。那当然，有原则的人啊，我们通常就会说，有时候会比较固执一点啦，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容易的被改变。那甲木的人呢，他们做事呢也会比较缓慢一点，就好像一棵树这样子，它要成长的话，它需要时间。所以啦，他们通常去到新的环境的时候，他们通常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但是只要时间久了，他们就会开始好像一棵树这样子，在那个地方生根，然后他们就会慢慢的茁壮成长。所以呢，通常甲木的人在一个地方，我们通常会看到他会比较有一种领导的一些特质，又或者他们会比较有一种想要保护的一种性格，因为他们好像树这样子啊，他们可以覆盖，对大家遮阳这样子啦，所以甲木的人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特质。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来到乙。乙呢，它就是属阴的木。那我们怎么想象乙木呢？它其实就好像花朵或者小草。那你看到这些花朵啊或小草，你是不是觉得它们会比较娇嫩？它们可能比较脆弱一点。那其实乙木的人啊，他们在表面上是看起来是比较柔和的，是比较可以配合大家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呢，他们的本质啊是非常的坚毅的。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听过一个故事吗？就是说下暴风雨的时候，树很容易倒，但是小草呢是那个可以生存下来的那个植物。这个就是很好体现了这种小草的精神。通常乙木的人在人群里面，他很容易跟大家打交道，他们可以很快的就混入不同的人群里面。所以他们通常也比较见机行事一点。然后甲跟乙呢，两个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他们比较深藏不露。因为你要想象他们的根是比较不让你们看到的，所以无论甲木或者乙木呢，他们都会有一些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意见，没有这么容易的被你看到。这就是乙木。好，第三个呢，我们就来到丙。丙啊，它是属阳的火。那我们怎么想象丙火呢？它其实就好像一个太阳的火。所以你看到太阳的话，你感觉怎样呢？你会感觉它是非常的热情，它是非常的温暖的，然后同时也充满活力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丙火的人啊，本身是一个非常慷慨，很喜欢付出，不断的给的一个人这样子啦。但是你要想啊，太阳在这个宇宙只有一个嘛，所以啊，是丙火的人呢，通常他们内心会比较容易感觉孤独。那同时呢，他们丙火的人也很容易有一种比较高傲，他们比较不容易让人家亲近的一个感觉。那同时呢，他们也会非常的固执啊，就他们没有这么容易的受人家的影响或者听取别人的意见。那第四个呢，我们来到丁。那丁呢，它是属阴的火。那丁火的人呢，我们可以怎么想象呢？他就是好像一个蜡烛，它是主火，比较内敛的火。它有丙火的那些特质，就是他们会比较温暖，他们也是比较有活力。但是呢，他们没有像丙火这么奔放，没有这么的外向，他们是比较内敛一点，比较比较内在一点。他们同时也是非常的聪明，因为他们是时常都在观察别人。因为像火一样啊，他去到哪里呢，他都是要去燃烧他的身边的环境。所以呢，他们通常就是会去观察别人，观察那个环境。然后同时呢，丁火的人啊，他们内心啊，其实都是一个很天然的一个老师。然后在八字里面，丁火的话是一个比较启发人心，他很喜欢去做启发别人的一个动作，所以你会看到丁火的人呢，他们通常都会是比较像一个老师这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丁火的人呢，你也不要太去惹他们，你要知道，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可能那个小火你感觉很温暖，但是只要它一燃烧起来，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后果是怎样了。好，那第五个呢，我们就来到戊。
那戊啊，它是属阳的土。那戊土呢，我们要怎么想象他们呢？戊土的人啊，他就好像一座山，它是大山或者比较大块的石头。那所以你看到山，你有什么感觉呢？所以你会感觉这个人他会比较稳定，会感觉他比较可靠。但是啊，他的最大的缺点啊，就是你有几次看过山会动的吗？所以他们的行动啊非常的缓慢，他们没有这么容易的改变。当他们去决定某一个方向，或者他们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他们没有这么容易的被别人改变。而且他们这个缓慢的特质啊，也会给人家感觉他们是有拖延症。但是其实他们也不是拖延啊，他们只是考虑比较多，所以他们做事会比较慢一点。你看一座山，它本身是不是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在这个山里面？它可能有森林啊，有动物啊，或者这个土里面是有一些矿物的啊，有不同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戊土的人啊，他们也是会比较隐藏一点，他们内心会隐藏比较多东西，他们比较不想给人家看到他们内心真正的一些想法。那第6个呢，我们就来到己。己呢，它是属阴的土。那己土啊，我们可以想象它为一个平原或者一个肥沃的一个土壤。所以己土的人啊，我们通常都会看到他是比较无私，他会比较是付出类型的人，他们时常都为身边的人去付出、去奉献。所以这些人呢，你会看到他们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或者教练，他们都是在培养下一代或者抚育下一代这样子。那己土人呢，他们同时呢也是包容性非常的高，无论在什么环境或者在什么人群里面，他们都是比较容易融入。那但是啊，他们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跟戊土一样的，他们也是会有很多的隐藏在内心里面，所以他们的一些情绪啊，他们一些想法都比较不容易被你察觉到。所以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己土的话，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跟他交流，多问多了解他内心一些真实的感受还有想法。那第7个呢，我们就来到庚。庚啊，它是属阳的金。那庚金呢，我们通常把它想象成就好像一把宝剑或者一个斧头。这样子的人啊，他们通常讲话或者他们做事呢都比较直接，他们比较不会打圆场，就他们通常比较不圆滑，很多事情呢都是以行动或者结果为导向。他们有时候呢会给人感觉比较难以亲近，因为他们很容易啊就会好像一把刀这样，比较容易伤害到其他人这样子。但是比较容易沟通的方法就是你直接跟他说 A 是什么 B 是什么，我现在要达成这个事情，我要怎么做？你跟庚金的人讲话呢，或者你跟他们相处呢，你就不需要太模棱两可，你就直接跟他们讲你要的结果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他们通常呢都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相处模式。那第8个呢，我们就来到辛。那辛啊，它是属阴的金。那辛金呢，我们会想象成它好像一个珠宝或者比较有价值的一些金属，好像黄金啊、钻石啊这种。辛金的人呢，他们天生就有一种吸引力，他们在人群里面，他们很容易就被人家看到，因为他们就是好像一个珠宝这样子，所以他们一出现呢，我们就会把关注力放在他们身上。那辛金的人呢，他们的头脑是非常的灵活，他们也是非常聪明的人。因为辛金呢，他们比较是算计的类型的人，他们会想比较多，比较策划型的。那辛金的人呢，他们也会凸显他们的一种自信。但是呢，辛金他们的最大的弱点呢，其实是他们比较不能承受一些压力或者一些打击，他们的承压能力比较低一点。那还有他们的那个比较算计的性格啊，也会给人感觉比较斤斤计较一点。好，这个就是辛金。那第9个呢，我们就来到壬。那壬呢，它是属阳的水。那壬水呢，我们通常会想象成它就是一个海水。
那你想象海洋啊，它都是无时无刻都在流动，是一个行动派，他做事也比较快，然后他比较难固定于在一个地方做同样的事情啊，或者他被固定于在一个框架里面。他们会有时候为了要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结果，他们也会给人感觉过度的强势，甚至有点无情这样子。但是啊，认水的人通常就是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把事情完成的那个人。那认水人呢，其实也是非常的聪明，因为水啊，在八字里面呢，也是代表智慧或者一种知识。所以通常认水的人呢，他们从小在班上可能是最聪明的那一个啦。那他们的头脑也是思考很快，所以他们通常呢都会比别人想更远一步。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来到癸。那癸呢，它是属阴的水。那癸水啊，我们通常就会想象成它好像雨水或者雾水，甚至可能是天上的云朵，我们都可以用癸水来形容。那癸水的人呢，算是在10个天干里面呢，10个日主里面，他是最灵活多变的。同时呢，也有水的那种特质，就是他们也是非常的聪明，他们可以很快速的理解到别人的一些感受，因为他们的直觉力啊是最强的，在10个里面。但是啊，他们的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过度的变化。所以呢，别人呢很常会无法猜测或者很难去摸透他们到底在想什么。那有时候呢，他们的变化多到可能让身边的朋友或家人都无法跟上。可能今天他们想说，我要做这个，但是明天呢，他可能又想，我想要做那一个。那所以癸水的人，如果他没有很好的一个训练的话，那么他们很容易就会非常的散漫。但是呢，你要记得水，他们只要一聚集起来的话，他们就是变成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元素。你要想雨是怎么来的，它其实就是积成云，然后云越积越多的时候，它就下雨了。下雨过后呢，它就会形成河，然后流入海。所以癸水啊，我们在八字里面虽然说它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元素，但是它正是因为这个弱，正是这个多变，而才导致它的强，才形成它这个最大的一个能力。这就是癸水。那以上呢，就是这10个日主的一些简单介绍。那未来呢，我每一个日主啊，都会拍一个视频来做更详细的介绍。那这个视频啊，我只是简单的让你们可以了解10个他们的不同的一些特质。那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类似的视频的话，你欢迎让我知道。视频的最后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你们的日主啊是什么，然后我说的这些特质呢，有没有符合你们的一些个性呢？然后最后呢，我想要做一个提醒的就是，因为这个日主啊，只是在你的八字里面的一个部分。OK， 我们八字还有很多个部分。那所以所有在这里分析的一些特质啊，只是你个人的一小部分，不代表你整个人。那如果你想要完整的理解一个人的话，当然你还是需要去看整个命盘是怎样的一个组成。那我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那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这个视频给你的家人还有朋友。那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